欢迎回到节目的现场，我们来关心大国之间的角力，一些相关的一些国际议题。我们从印度开始在最近呢，川普发表了一篇这个在社群媒体上的一些发言，他提到了，看来我们已经把印度和俄罗斯输给了最深层、最黑暗的中国，而且他语带讽刺，祝福中印俄能够长久繁荣。我们可以看到呢，这个川普呢发表了这样的一个谈话，而针对这样的一个谈话呢，印度方面还有美国方面其实态度都非常非常的强硬包括了这个美国的商务部部长，他是说印度很可能会在2个月里面恢复跟美国的贸易谈判，而且和他强调会说对不起。那包括了这个美印的整个贸易可以说是摩擦加剧。那印度方面的财长呢，则是说他们会持续的去买俄罗斯的原油，然后会捍卫自己的能源自主权。按照这个印度的财长他的说法是说，尽管川普他持续施压，可是印度会从最符合他们自己印度的需求的地方来采购石油，将会持续的跟这个俄罗斯来买石油。你可以看到，目前呢，整个川普重税点燃了就是美国跟印度的贸易战的这个延烧那甚至呢，印度的牙膏广告都喊出了他们要拒买这个高露洁，也就是拒买美国商品的这样的一个主张。那印度的官员则表示，没有必要对推迟跟美国达成贸易协议的而感到恐慌。我们可以看到，包括了印度的官员也对自己的国人来进行的相关的一些喊话。印商工业部部长就有提到，我们跟美国会持续保持非常好的关系，而且我们会确定我们将会解决相关的一些问题，并且达成所谓公平、公正和平衡的协议。而另一方面呢，美国的印度的主播也提出了一些他们的看法。之前他都是比较批评美国的那些比较批评中国的，可是这一次呢，他就是主动的批评美国。我们来听听最新的回应。Moves are aimed at sustaining high levels of growth. Meanwhile, the U.S. seems to be heading in the opposite direction. The fears of a recession are back, and this time the warnings are louder than ever. He says almost 1/3 of the U.S. economy is already in recession or very close to it. 不只要面对这个印度的问题呢，川普也放不下普京因为呢，普京跟川普到底何时会再进行会面？按照这个俄罗斯方面的说法呢，美俄领袖新一轮的会谈会在近期来举行。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俄国的这个相关的一些官员呢，新闻秘书就有提到，普京跟川普新一轮的会谈会在近期来举行。那如果两国的总统认为呢，整个会面是有必要的，那相关的工作就会加快，双方的联系也会一直在进行。可以看到，包括川普跟印度跟俄罗斯之间的一些关系，大家持续关注。另一方面，我们来看看欧洲欧洲就比较惨了，惨遭美国跟中国之间的双面的夹杀其中比较引起最近受到关注的一个事件，就是 Google 被罚了1055亿。川普对于这样事情非常非常的不满意他说这是对于美国企业的不公平打击。如果欧盟呢不撤销相关的罚款，也就是1055亿，美国会祭出报复性的关税来进行相关的一些回应。另一方面呢，针对所谓的意愿联盟，川普也跟这个意愿联盟来进行通话，在里面就再三的，我觉得就是威胁啦他不准买俄石油，必须能够要求要施压中国。那另一方面呢，对于欧洲呢，对于中国之间的一些关系呢，也持续的有一些这个紧张的一些关系，因为呢，不满电动车征税的谈判卡关，大陆就盯上了这个欧洲要苛征反倾销税然后另一方面，针对这个欧洲的这些舆论就开始哀嚎是说被美中夹杀，地狱般的百般的这些羞辱，从夏天延续一直进行到了这个秋天。现在呢，对于欧洲的时刻已经讨论已经让位，取而代之的是让欧洲陷入了屈辱的世纪的恐惧，类似中国19世纪的时候对于列强凌辱的100年国耻的时期另一方面，我们来看看习近平，他在这个大国之间的角力可以说是非常非常具有弹性他除了联手抗美，那川普到现在
在还在自怨自艾。目前可以看得出来，这个习近平方面对抗川普贸易施压，习近平将会用视讯的方式，已经确定要参加金砖的这个特别峰会。然后习近平已经确定要参与巴西总统这个鲁拉所倡议的，将在9月8号用视讯的方式以参加金砖国家的特别峰会。那会议的主轴因应主要还是就是这个美国贸易战他们一些相关的一些因应的作为。那巴西和中国打算在经济、还有投资、还有金融任何方面都会来扩大进行相关的一些合作，甚至军事也都有可能来进行合作。那俄中对话金砖的这些国家，新兴的俄中集团是否能够推动去美元化的进程，来战胜美国的关税，大家也都在持续的关注。目前呢，可以看到金砖的国家都在进行去美元化的这样的一个行动，要讨论出现一个共同的这个储备的货币。那目前导致外汇市场上出现一个 R block 的出现，货币名称以 R 出现的这些国家，这些金砖5国，譬如说俄罗斯、印度、人民币、巴西、南非、伊朗，都会引领跟美国的这个美元来进行相关的一些冲击。而除了跟这个金砖国家习近平的一些相关的合作之外，上合组织的合作也是持续的在进行。联合国大会5日通过决议，要加强跟上合会组织的一些相关的一些合作。联合国大会在5日上是高票通过由中国主题的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的合作决议，包括了上合组织所有成员在近40个国家参与共同的一些提议。我们可以看到耿爽有提出这样子的一些不满，他认为呢，美联大对于上合组织的无端指控，耿爽是相当的生气。他说这样的美国是不受欢迎的。为什么会提出这样的主张？是因为在5日的会议上，美国代表团要求表决相关的草案。那而且美国在发言上对于上合组织无端的指责，对此呢，这个中国常驻联合国的代办耿爽就表示，他坚决反对，强调这样的美国是不受欢迎的。我们请问一下邱毅教授的看法。川普现在对国际经济来说，他已经不只是个黑天鹅，他已经变成了灰犀牛。黑天鹅还远，黑天鹅不容易预测，黑天鹅不一定成型，但是灰犀牛已经迫在眼前的危机。所以到目前为止，世界各国受到了川普的关税贸易战跟他门罗主义复辟所产生的经济、金融、投资冲击都非常的大。川普最近非常在意2个画面，一个就是在8月底在天津上合会议里面出现的中俄印同框的画面，这给川普带来很大的压力。第二个就是在紧接着到了北京的93大阅兵，中俄朝3国的领导人之间的同框的画面，这又给川普造成了压力。所以你不要看川普表面上气定神闲、酸言酸语，但是心里其实是焦虑的。拜登时期的白宫国安顾问沙利文就直接批判川普嘛。拜登时候搞的印太战略，把印度给拉进来，现在你川普把印度给逼走了。当然把印度逼走了，印度本身也要负很大的责任，因为印度尤其莫迪长期以来就是搞骑墙、搞投机。但是你川普作为一个要把印度拉进来做盟友的一个美国的总统，你面对着印度，你难道不考虑印度本身的情况吗？印度为什么要跟俄罗斯买石油？为什么在俄乌战争前它的比例只有1%？为什么现在43%？就是因为跟俄罗斯买石油对印度的财政有很大的帮助嘛，对印度的经济有很大的帮助嘛。你逼着印度要开放国内的农牧市场，可能吗？不可能啊！印度正在做农业改革，上百万的农民上街头在抗议。你这时候开放了农牧市场，印度的农民畜牧业全面倒台，这时候莫迪受得了吗？
他的政权也会垮。但是你川普竟然对印度课了25%到50%的惩罚性关税，你怪不得把印度逼走嘛。所以印度当然向中国、向俄罗斯靠拢嘛。谈到了俄罗斯的关系，那就要问你川普啦。你在白宫跟泽连斯基跟7位欧洲的领袖在会谈的时候，你不是做了一个承诺吗？你说2个礼拜8月底你就要进行美、俄跟乌克兰3方的高层峰会。现在呢，已经到9月初了，无声无影啊。你不是要俄乌停战吗？你连促成这个普京、川普跟泽连斯基的3方的峰会的可能性都没有，你又跳票啦。所以种种的问题都使川普的威信大幅度的下降。请朱老师发表意见。好，这个印度我当然是最近大家最关注的一个，就是受到美国关税冲击的一个国家。它主要有2大不满啦，其实当然很多地方都不满，但主要是2件事情。第一个就是在经济上，美国说要针对印度购买俄罗斯石油，然后课加这个25%的惩罚性关税。但是印度这些石油有很多从俄罗斯购买的石油，它精炼之后呢，它卖到了欧洲去。换句话说，那欧洲也是享受了印度所提供的俄罗斯石油，才可以稍缓它的这个通货膨胀的压力。那你美国如果要惩罚印度，要不要一起惩罚欧洲呢？所以当然这是印度觉得它不公平嘛，它被不公平的对待。那第二个当然就是军事上，印度认为说，在它跟巴基斯坦5月的冲突的时候，那是恐怖分子针对印度的旅客，问他说你是不是信印度教，你信印度教他就杀你，这是印度方面的对这件事情的说法。结果呢，川普总统居然站在巴基斯坦那边，就因为巴基斯坦肯定了川普，然后还说呢要提名他这个参选这个诺贝尔的这个和平奖。然后川普在这个白宫接见了这个巴基斯坦的这个陆军首长、陆军参谋长，所以这些事情让印度觉得非常的愤怒，那么才有了后面我们看到这一系列。但是如果我们只看到印度这些对于美国这些不满啦，这些外交姿态，可能就是以偏概全。为什么？因为原来说莫迪在天津会跟会跟这个普京有双边会谈，结果你看呢，普京跟这个金正恩在钓鱼台宾馆有个大规模的会谈，但是普京跟这个莫迪在天津的会谈是什么样的形式？2个人坐在车子里头45分钟。当然我也不知道这车为什么可以开那么久，让他们谈那么久。那不管如何，他并没有一个高规格的、非常公开的这种会谈。我觉得这本身就是给美国一个面子。莫迪也没有参加阅兵。在10年以前，印度是有派部长去参加的，这一次是没有。然后我们看到，其实在这个智库啊、学界的这些交流还是非常的频繁，包括那些所谓要鼓吹买印度货、要抵制美国货，也都是民间公司他们自己的广告。所以我觉得要说印度会完全跟美国翻脸，我觉得目前言之过早。好，我们请厉将军。其实我讲3个组织哈，第一个是这个QUAD组织哈，就是号称这个亚洲小北约的4方安全会谈，包括美国、日本、印度还有澳洲哈组织。那很明显，当初做这个组织的主要目的就是针对中国的崛起，那由日本安倍首相他提议所成立的。那这个组织现在来讲很有趣的一件事情哈，就是在今年年底的时候，他们本来要召开一次4方安全会谈的，是由这4个国家的领袖来参加。但是这次来讲的话，川普已经摆明了他不去印度，因为这次主办国是印度嘛。那为什么不去印度？我想大家都知道，他去一定很尴尬。老美莫迪一定不会给他好脸色，也不会好招待。但是我们反看另外跟印度有关的2个组织，一个是金砖，一个是上合哦。所以印度其实上蛮厉害的，他QUAD他也参加，金砖他也参加，上合他也参加。反而这次来讲的话，在上合会议来讲的话，莫迪隔了7年以后，他亲自去参加上合会议，而且这次的上合会议成果非常的丰硕，其中还同意成立上合银行，我觉得这是很大一个指标了。因为这个以前2010年的时候，温家宝就提议，但是因为俄罗斯生怕中国成立这个银行以后，它的力量会深入到中亚地区，然后印度来讲也担心这个，他跟
中国来讲一直有龙象心结，所以说一直没有成型。但是没想到这次反而促成了。那金砖会议更不要讲哈，金砖会议这次我相信每个这个后面在排队准备要参加的国家很多。那更不要讲说这次9·3阅兵哈，这个总共有26个国家啊亲自到天安门上面去看阅兵，所以我们看到川普所做的事情就是很明显的，将他的盟友越推越远，反而让这些他所谓的这种跟美国为敌的这些人，他结盟在一起，朋友越来越多，反而结盟在一起。难怪这个川普会讲说，你们在阅兵在看什么？是不是在密谋对付我美国？这很明显就是密谋，不是密谋了，根本就是在商量对付你美国。不管在经贸方面或者是军事方面，我觉得都是如此的。好，就像将军所说的，中国是拉了更多的朋友，可是美国呢，却是把朋友往外推。我们先休息一下，广告回来我们继续讨论。我们欢迎回到节目的现场，我们继续来讨论国际的相关话题哦。目前最引起注意的就是美国要打仗了吗？川普要准备开战了吗？因为最主要就是川普把自己的国防部用行政命令的方式更名为战争部哈。因为川普他签署了这个行政命令，正式推动将国防部更名为战争部，并且强调要改为战争部是希望传达美国更强烈的这个战备以及相关的一些决心，希望能够准备好为守护国家的利益来开战哦。那到底要不要对国外来开战？目前看起来，美国国务卿这边有一些比较强硬的做法哦，特别是针对了所谓的恐怖犯罪集团要进行开战哦。我们来听听这个国务卿他的一个最新的回应内容。Estos carteles han utilizado rutas marítimas por muchísimos años. Nosotros tenemos inteligencia, sabemos que vienen.Y lo interceptamos, pero eso no funciona. El presidente ha declarado estas organizaciones, Tren de Aragua, Cartel de los Soles y todos los demás, estos grupos son grupos narcoterroristas, operando en aguas internacionales con destino a llevar drogas a las calles de los Estados Unidos, y el presidente utilizó la fuerza y el poder de Estados Unidos para prevenir, para proteger a los Estados Unidos. Estos grupos que han utilizado estas rutas marítimas a través del Caribe,no van a poder seguir actuando con impunidad. 我们可以听到刚刚卢比欧最新的说法，他是说现在他们会帮我们找到这些人，并且在必要的时候炸了他们。美国将这个厄瓜多2大犯罪集团，包括所谓的灰狼帮，还有一个是乔内罗斯帮，列为国外的这个恐怖组织。那如果有必要，美国就说，按照卢比欧的说法，会进行开战。而事实上呢，像美国的一些军事上的一个部署呢，是已经放在了加勒比海。目前呢，在委内瑞拉这边，它已经有8艘的这个船舰呢是部署在巴勒比海。另一方面，在波多黎各这边，其实它离委内瑞拉也非常的近哦。这里呢是有部署10架的 F-35，因此可以看到整个加勒比海可以说是战云密布，对准的就是委内瑞拉。那委内瑞拉为什么会针对这件事情在跟美国之间有一些相关的一些冲突呢？最新的一个发展是委内瑞拉有2架 F-16 战机呢，是逼近了美国的驱逐舰，然后反毒，然后进行一些相关的一些类似挑衅的一些行为需要有一个高度引发紧张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关系按照这些相关的说法，五角大厦已经证实了美国委内瑞拉的 F-16它是有配备武器的，飞越了美国的驱逐舰，来展示了相关的一些武力那按照五角大厦这边的一些说法是说，这是一个高度挑衅的一个行动，它的目的是要干扰美方反毒品的恐怖行动，然后强烈警告贩毒集团掌控的委内瑞拉政府，不要再采取任何的行动来进行阻挠、威慑或是干扰美军执行的反毒品与反恐的相关的行动。那美国国防官员也特别有提到说，委内瑞拉此举就是所谓的武力展示，而委内瑞拉则是谴责美方的挑衅行为，强调拉丁美洲是团结，然后捍卫和平。他等于是否认了这个美方的一些相关的一些指控。那委内瑞拉的总统马杜洛称，跟美国的分歧
不应该成为一个冲突的一个理由。他特别提到，我们之间现在和过去存在的任何分歧，就是美国跟委内瑞拉都不应该导致任何的一些军事冲突，这是没有任何的理由。不过呢，话虽如此，马杜罗还是号召了800万的委内瑞拉的民众能够对抗美国。我们可以看到这样子的一个冲突是持续的加剧。那另一方面，美国跟委内瑞拉的这些冲突，那委内瑞拉有没有可能跟中国有一些合作呢？按照一些最新的说法是说，大陆方面的歼10的战机要进行要在美国后院进行部署，委内瑞拉会拉川普来动手来进行所谓相关的一些采购。委内瑞拉正考虑跟美方达成一项具有里程碑的国防协议要采购歼10C 多用途的战机，这可能会改变所谓的南美洲的所谓战略平衡。然后另一方面，这边也提到，这个不是炫耀，而是挑战。为什么？是因为中国造船的能量狂甩美国200倍以上。鲁特就是这个北约的秘书长特别警告西方很可能会跟不上按照吕特的一个说法，说俄罗斯跟中国正在进行加强国防工业的一些相关的一些合作，并且以惊人的速度来扩张武器与重型装备的一些相关的一些生产。我们还是回到9月3号的这场阅兵其实中方也展示出，特别是战术导弹方面有一些相当先进的一些设备。红旗29号称是卫星猎手，速度是高达18马赫，然后6轴发射，能够拦截洲际的弹道飞弹。可以看到红旗29。那另一方面呢，俄媒的则是像展示出来了一下，大陆方面希望呈现出来一个政治意义，借由93的军演是说，向美国展示谁才是老大按照相关的一个说法是，93阅兵中，中国展示了新型装甲车、先进的雷射武器以及各式的飞弹，中国借此向美国彰显自己强大的实力，展现了谁才是老大。请李将军。这个委内瑞拉这个真的是，如果说他真的用2架F-16飞过美舰上空的话，叫找死。我们美国如果军舰要打它，是易如反掌。是为什么是这样呢？因为美国来讲，对这些他自己卖出去的战机，它都有远端的遥控，那你就没办法控制它。譬如说，我举个例子来讲，譬如说是阿根廷美国那时候阿根廷要买战机的时候，美国就强迫他你一定要买 F-16。为什么？因为它对面有一个岛是英国的福克兰群岛你如果说是这个阿根廷买别的国家的飞机来讲的话，它可能对英国就形成威胁。但它如果 F-16来讲的话，它就不担心所以我觉得这种委内瑞拉如果说这2架 F-16，其实美国根本就不担心。那我们的 F-16也会已经把它关掉了嘛，对不对？那第二个来讲的话，但是如果说美军这些军队2000个陆战队真的在委内瑞拉登陆来讲的话，我用一种方式来形容，就你一个拳头是很大，但你一拳打到红蚂蚁窝，你看看会是什么样？就你就是满手都是包嘛。我想后果是这样。这个另外来讲的话，我们讲所以也因为如此这个委内瑞拉他要买歼10的战机，我买了歼10战机以后，我就不会为你美国所远端控制。我觉得这个买歼10的可能性是非常高的。那有关于导弹方面，我想很简单的用个比喻，我们都常常讲说解放军的红旗9、红旗19这次展示出来的红旗29。那美军的防空武器呢？我跟各位报告，红旗9大概比照我们的这个爱国者3的那款的导弹这个性能大概概同那也是塞尔维亚买了这款导弹。那如果红旗19的话是比照美军的萨德系统，萨德系统大概拦截这个超高音速高音速导弹的武器。那红旗29是比照美军什么呢？传说中的现在美军到底做出来没有不晓得，但是他们取名叫做 GBI， 也就是中段拦截，中是中间的中它就是拦截这个洲际导弹的这一款导弹。那在中间在飞行在导弹在太大气层上空飞行的时候，我把你打下来。所以你各位可以看一下，它的射程到4000公里。那也就是说，如果在大陆沿岸发射来讲的话，你这个导弹大概在夏威夷或者甚至于再近一点到关岛上空，它就可以拦截到。那射高可以到1000公里这么高，也就是在外太空之中就把你拦截下来。这是第一个，它是做这个洲际导弹的拦截。当然，它可以打那么高，也可以打击美国的所谓的卫星，也可以打得到。邱老师，委内瑞拉从查韦斯开始，
就是中南美洲的反美的中心。但是那时候查韦拉对整个委内瑞拉的经济治理比较成功，所以没有出现什么经济的大问题。到马杜罗接任以后，经济上走了下坡，所以美国要软柿子来吃，当然就挑着委内瑞拉嘛。而且呢，基本上委内瑞拉的石油储量现在全世界排名第1，怀璧其罪啊！你有那么多的石油储量，你当然是兵家必争之地嘛。再加上你马杜罗跟查韦斯一样又不听话，那你当然美国一定要搞死你马杜罗嘛。美国搞马杜罗不是只有这一次而已，他一直在搞马杜罗。上次最严重的就是提拔了支持了他国内的反对派瓜伊多，那时候委内瑞拉还出现了2个总统的局面，好不容易才把整个局势稳定下来。好，那现在川普又来了，这次理由借口就是把马杜罗当成当年伊拉克的萨达姆一样嘛。他当时对伊拉克萨达姆，他就对国际宣称呢，你伊拉克你有所谓的危险的武器，所以就是攻打你伊拉克。那现在一样啊，他说你马杜罗领导了毒贩中心，所以把这些毒品运到美国，残害美国人民，所以他要消灭毒枭，所以要攻击你委内瑞拉。而且这次动用的8艘的驱逐舰，再加上4500名的海军陆战队，再加上他的战机，当然把加勒比海搞得战云密布啊。他就是要逼你委内瑞拉屈服嘛。再加上委内瑞拉一直在推动所谓的本币交易，而这个本币交易会影响到美元的霸权嘛，它会冲击到石油美元的地位嘛，所以他必得要让这一次让你委内瑞拉下跪不可。但是委内瑞拉也有他的办法，他向中国大陆，他向俄罗斯去靠拢。那么用这个方式，是不是能够解决委内瑞拉的危机？那么我现在还不敢做明白的评论。周老师。好，为什么川普要发动这个军事行动呢？我觉得2个重要的理由。第一个，因为他要展现出来说他是一个敢用军事力量的总统。在美国的这个一般的评价来看，哈，就尤其你去看这个一般这种专家的这种评价，敢用军事力量就被认为他是一个强硬的总统。那这个其实在共和党选民来讲，他们是非常肯定的。他们希望他们的总统是一个强硬的总统，而你怎么样表示你强硬？就是你敢用军事力量，敢用军事手段呢？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他现在即将要出台就是美国的这个军事战略啊，美国的国防战略啊，它的重心未来第一个就是保卫美国的国土。他现在那我为什么要把重心摆在保卫美国国土？2个重点嘛，一个就是非法移民，一个就是毒品嘛。所以他现在用这个行动，就是让唤起美国的民众去注意到说，哇，美国的毒品这么严重。第二个，美国毒品为什么这么严重？就是从中南美洲不断的来。所以我觉得他这个是连接到他整个大战略的一个转变，就是他要把重心回到美国国内，他要把重心回到美国自己原有的这种势力范围。所以当然他就要在这边采取军事行动，但是他会有2个副作用。第一个副作用，这个有没有违反美国宪法？当然你说这个问题对川普重要吗？对川普不重要，可是呢，它会构成一些困扰，它会有后续的法律行动会出现。比如像说，他现在在美国，你总统发动战争是需要国会授权的，那你这是不是一个战争？你这个再有这个毒品的这些船只，是不是构成对美国的这种军事攻击？很显然，有一些专家认为根本不是嘛。那不是的情况下，你为什么可以用军队？因为一般查缉毒品应该是什么？是警察嘛，是执法嘛，边境的执法人员，不是军队嘛。这是第一个，他这次是用军队去集成了这个运毒的这个船舰。第二个是什么呢？第二个就是他的在中南美洲的伙伴国家，比如像刚才我们看到卢比欧讲那一段话，他在哪里讲？墨西哥。为什么他要讲这些话？因为墨西哥吓坏了。你哪一天美国会不会也把墨西哥的船舰给集成了？所以他现在就说，我其实就是针对这些，我已经特定知道他们这些帮派在做这些坏事，所以呢，墨西哥跟我们美国很好的合作不会有问题的。
所以到底93阅兵是针对谁？刚刚苑老师说是谁呢？会不会是大陆的常驻联合国副代表耿爽回击检美方的这段话？对象是不是美国呢？听听这段话。我们看到的是一个打着美国优先旗号，将一己私利凌驾于广大会员国的共同利益之上，对联合国事务指指点点、挑挑拣拣，合则用，不合则弃的美国。这样的美国不受欢迎。直接呛瞎这样的美国不受欢迎，其实是跟世界在为敌吗？法国的空军将军杜塔特在谈93阅兵的时候，他是怎么看的？他认为中国大陆正在夺回应有的地位，未来的世界领导者将是中国。哇，法国的将军这样看哦，因为93阅兵，我对军事熟悉度不高，先前只看到川普的阅兵，看到这个画面，再看到93的阅兵，真的是落差之大。光歼35大片重磅发布，现在看看这个画面，这个画面上可以看到歼35，不管是各种的海天利剑啊，这个各种的秀肌肉的做法。看到所有的歼35重大发布的时候，我相信川普也是紧盯着看。歼35内部还有弹仓挂了6枚霹雳15，那这所有的展示，不管是画面上展现的整齐划一，或者是在空警600中国航母在这里编队的体系作战的一块拼图，都展现出像鹰眼啊性能跟美国的鹰眼啊处在同一个水平了。这一步一步都是在航母的战斗群里面加上海空作战的能力。都在告诉全世界，他们不一样了。东风5C 为什么会变成压轴的重器呢？画面上看到东风5C呢，能够携带多个分导式的弹头，意味说可以在纵深数百公里区域之内选择要打击的独立目标，还可以调节打击的时序啊、次序啊，大幅提高了突防的能力，还有打击效果。这也是为什么这次把它当成一个压轴的重器，让外界看到的原因。那很多人在分析。像东风5号首任总设计师涂守二也出来分析了，他说一生领导研制多型的东风飞弹，提出了著名的8年4项计划，让中国大陆拥有了护国利器。他讲了一句话：搞我们的飞弹，让别人不敢轻易来碰我们。哇！所以这次的各种的秀肌肉的模式呢，让世界看到，哎呦，中国大陆已经跟过去不一样。川普重塑无人机出口规则，所以是不是也是一种反制的做法呢？预计要以单方面重新解释的规则呢，把38年历史的军备控制条约向海外出售更先进的军用的这个无人机，收割者无人机等等高端，要求要绕过控制度的全球市场。那这个系统是无人机归类是 F-16战机类似的航空器，推动对于阿拉伯国家是销售了。但是相对于此，在大陆的部分，无人机、重型机都是被盯上的。川普再出重手，要限制这些中国产品的进口。反过来看，93阅兵，中美科技真的烧向了光纤嘛？北京反过来再来反制、反规避调查，针对着康宁公司啦这些美国公司哦，还有这个费特有限公司啦等等的，都实施各种的反制关税，随便动辄不管是33.3、78.2，哇，都是高关税。所以你打我吗？哦，我的关税也没有在对你客气的。这就是中国大陆在全球所有贸易谈判里面最独特的唯一做法。那么听川普说啊，美国的遥遥领先中国大陆各方面的科技，看看大佬们是什么样的表情。We're leading China by a lot, by a great amount. 遥遥领先于同行，领先很多。This is definitely a high IQ group, and I'm very proud of them. I know all of them indirectly, and I know some of them very well, but I know everybody at the table indirectly through reading about you and studying, knowing a lot about your business, actually. We're making it very easy for you in terms of electric capacity and getting it for you, getting your permits. We're leading China by a lot, by a great amount. 这些企业家的表情错综复杂，因为他们可能也会被要抽趴嘛，也可能要被掠夺嘛，然后又说遥遥领先的美国，真的是不知该作何反应。这个你只有嘴炮遥遥领先美国了，其他的没有了。这是93的这个阅兵典礼啊，真的台湾不要害怕。因为那些飞弹啊，它没有办法打那么近，通通都是打很远的。它的针对性完全是针对美国的。
第一个，他把这个最老的这个液态的飞弹拿出来，把它改良成 C。C 代表什么意思？它这个飞弹是最大吨位的，它还分3节来拉。那个弹头，你看它那个推进器多粗，它可以达到1万多公里以上。就换句话，它就最早推出这款飞弹，就是告诉美国，我有核子反击能力，你不要跟我搞核子作战。那这个是早期它是液态的，是要从发射井里出来。为了防止美国的先下手呢，他就挖了很多隧道，里面用火车拉了这个很多个洞口。今天我在这边，明天我在那边，你永远不知道我在哪里发射。后来又改动，我除了这个发射井以外，机动的又发很多东风系列。这次最吓人的就是东风61，这个射程更远，而且飞行的方式更多方式，又什么超35马赫的高速，你什么飞弹也拦不住它。它又是沉波了，又是导引了，花样很多。所以这就是核三角，再加上浅色的长浪，就是说我天上还有空军带的惊雷，这代表什么意思？陆海空三军加水下潜艇，四角形的这个都可以对你实施核反击，而且都是多弹头，就是一次我可以来很多弹头，当量都很大，摧毁你好多个城市，只要一发就可以了。所以这个就叫做核子平衡，你不要再拿你的核子大国来吓我。威胁。好，下面呢，竹帆不及备载的东风系列。东风系列有长有短，以前中国画出来一个1500公里、3000公里的巨子线，它现在有4000公里就开始打，3000公里、2000公里到1000公里，就换句话说，再加上鹰击5款鹰击，也是一样，有2000公里、1000公里到500公里，它有飞机带的鹰击，有陆上发的鹰击，有船上发的鹰击。它干什么？专门打航空母舰。你知道美国在全世界嚣张欺负弱小国家，第一个就派出航母啊，不管哪里，中东啊，委内瑞拉，都是一样派航母。你这个常备管辖是靠航母嘛？它现在这5款鹰击啊，让航母就等于快要淘汰了，因为它也是超高音速的，它这里面还有吸气式的内燃机，超高音速的内燃机，这就变成什么？一种是用轨道过来，有的是用沉波的，有的是用漂移的，有的是变轨的，另外还有一种呢贴着水面来的，所以它变了各种花样来攻击你航空母舰。你知道航空母舰出来，除了航母身上带了80-90架飞机，旁边还有两艘史提康德楼号或者是伯克级，再加上补给船。最小的一个航母编队大概是6-7条大船，都是10000吨级的。有了鹰级的一个攻击，来个10几发的话，整个这个航母船全部会被歼灭，它风险太大，所以就斩断了你美国伸手到别人国家去侵略。所以在大西洋的这个西岸，你占不到便宜。就换句话说，你要想跟中国叫板的话，你到这块地区来，你几乎没有葬身的余地。加上东风系列里面4000公里、3000公里是把关岛、天灵岛，还有日本的基地、菲律宾的基地，通通在它打击范围之内。所以这个针对性啊，美国为什么连夜加班，披萨订那么多？每个参谋要写报告啊。这个武器对我有什么威胁？我怎么办？是调整部署，还是要重新投资，还是要发展什么武器？有了他忙的啦。偏偏美国最弱的是什么？老船老飞机要换，新土拿不到手，导弹雷达要换，材料没有。所以这个问题，军武科技在这一次阅兵以后，美国真的是心虚啊，因为你稀土要重新提炼建厂10年8年了，那你都做不出来啊！现在要淘汰的东西也找不到替换物啊，所以这个问题对美国来讲刺激很大。所以
晚上吹口哨，我不怕，我还有优势。岳老师亲自在现场阅兵，是像川普讲的，美国的科技遥遥领先中国大陆吗？我坦白讲啊，这个川普是非这样讲不可了，因为美国人很难接受不遥遥领先啊。因为我认得的美国人，基本上我的同学当中，原来在台湾窝窝囊囊，一到美国都翘着脚讲话。美国这个国家非常容易培养人的自信心。我在这边的话呢，我讲几点的，就不要谈士气了啊。你这边大部分都是主要是谈装备嘛，啊，我觉得的话呢，第一件事情呢，就是你可以很明显的看得出来，就连我这个不是学军事的都可以了解，它这个完全改变了战争形态，它是一个系统性的。啊，里面有无人装置啦，然后电控装置啦，其实大家都没有注意到，很多长得像那个蟾蜍一样那个机器啊。他后来问了一下，它是那个属于这个镭射光的打击武器。就天上不是来了很多无人机，很麻烦。俄乌战争打成这个样子的话呢，就没有决定性胜利，就是这个无人机的话发挥了这个又小又狠又准的这种作用啊。那么这个里面的话，这个大陆的军事科技里面，就是比你想象中的要早一倍哈，就是说这个是等于是降维打击了。我之所以能够了解，因为我旁边那个人他刚好是哈工大毕业，做自动工程的，他在旁边跟我讲解。然后这个第二个部分呢，就是讲到那个战车出来的时候啊，他说你看到所有的战车啊，其实它里面啊，它这个战车里面啊，都不是那炸了机器什么的，没有那样子。他们进去里面的话呢，就是一个360度的。它是前后感觉上就是像是在室外一样，然后里面的话呢，这个 AI 的话呢就是选择，然后它在战车里面的话，它照样有对空的啊、对平射的啊，然后各式各样的这种装置都打击的厉害，所以这个战车的打击也是一个新的概念。那另外讲到导弹的时候呢，我们看到导弹的时候3大特色，第一个就是非常多。它非常非常多，就是一望无际，都感觉来一次，我真的是非常多，我吓不得。然后第二个的话呢，就是这个大家都以为，因为去年射了一颗这个东风31嘛 AG 嘛，对不对？那现在的话觉得说，2017就是大概10年前展览过41嘛，那觉得期待5亿，结果来了6亿啊，一跳6亿。那我就问了我旁边那个人嘛，他比较熟啊，对不对？你想想看，他是哈工大的嘛，他说这个我们不可能知道的。我是非常高兴啊，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指挥家住在那边的话呢，碰到军事的专家，我们都了，不敢说话，对不对？就现在大家这不可能知道，不可能知道的话，就这个他说根本就没有什么军迷啊，包含基战楼都讲他们不知道的军盲啊。这个第三点呢，这个东风5C 出来的时候啊，我吓了一跳。我东风5C不是很旧，因为东风5C出来，大家知道那个头你看到的时候就吓一跳，它3段出来的时候，我以为是船，它好大啊！我说这真的，我想是奇怪，哇，你看觉得所以说那个时候的它出现的时候啊，后来我旁边人跟我讲啊。它的唯一的功能啊，不是说唯一的功能，就是它主要功能啊，就是说当他们真的到你有打核战的准备的时候啊，就我那时候听到那个里面那个怎么讲，全球覆盖到全世界任何一个角落。我在猜那个洲际导弹的，就是 ICBM 嘛哈，如果它是洲际导弹这种情况，它应该可以达到18000公里。啊，他自己讲的全球覆盖，大家仔细听电视里面，然后他跟我讲说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讯息。我回来跟我解释说，因为这个东风5C啊，这个东风5A、东风5B、5C 的话就是大改组，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你可以很明显的看得出来一个重点，就是说大陆做了非常多超前的准备。就你即使要打核战的话呢，我就可以先毁了你，人变成鬼，人变成鬼。我真的在现场就看到这种感觉，很震撼。我在现场就看到这种感觉。非常震撼的感觉，非常震撼，非常震撼。所以川普也没关系，我们还是遥遥领先。我到现在都觉得很震撼。不，我觉得最近几天啊，大概大家很多网络这个 Line 会收到一些讯息，就各国阅兵的这个比较嘛啊，最近我今天早上收到的，我觉得最能够跟大陆阅兵比较的。是我们40年前的阅兵，40年前是台湾的阅兵，真的是哇，那个分裂式的时候，那个分裂式我们走的是真的很好啊。然后你去看其他国家，包括那个所谓欧洲先进国家的部队走起来也是怪兮兮的。那不要讲第三世界国家，川普生日那个游行，天哪！第三世界国家我必须要讲，我必须要讲我的非洲国家卢安达走得漂亮，对不对？好，卢安达走得漂亮。好，那这个只是说。这个我们外面的外行人就看这个嘛，喜欢看这个走分列式嘛，对不对？那当然懂武器的军武的迷当然会去看武器。那我觉得今天美国啊看到这些之后，无论是这个走分列式也好，或者是这些军武，
有一个很重要的，特别是军武方面，我们过去在研究发展经济发展上面会讲一个叫做后发优势啊，就是说，因为前面的人已经帮你先做了很多，所以你只要踩在巨人的肩膀上面，你改善一下，哇，你的东西，而且譬如说钢铁工业啊、汽车工业，你的厂新，所以呢，反而是美国的钢铁工业碰到了大陆的，碰到韩国的，后来碰到墨西哥、加拿大，他都很吃亏嘛，所以川普才要把钢铁重搞这么大的关税。那现在不只是这种传统我们想象中的后发优势的这些钢铁工业或者汽车工业，现在科技也变成如此。这个军事科技特别想到美国的这些旧的船坞没办法再造船了，然后大陆上像下水饺一样在那边生产的时候，我觉得美国确实是会紧张，但是美国现在的状况并没有办法让他花这么多的钱在军事上面，他的债务，他的这个整个国家的这个科技人才也相对跟过去比起来太少了。所以然后你又不信任外国人，外国的这个工程师、科学家到你那边还被你挑三拣四的，还会怀疑你的忠诚度等等。我觉得美国现在要面临的挑战确实是很多。那如果这一次川普的这些找来这些高科技的人在那边做，然后川普那边大放厥词的时候，有人敢跟他讲，国王你没有穿衣服那我觉得这个才是美国未来有可能，因为我们常常讲美国这些高判断错误都是犯了一个这种集体这个迷思，就 group think， 对不对？没人，大家都觉得我黄鹦鹉，所以呢你做的判断都是对的，一定要有魔鬼代言人讲那些负面的东西提醒你。我觉得美国才会有机会。马斯克不在，不然他搞不好。搞不好马斯克会讲。美国川普也要秀肌肉啊，秀到哪里去呢？委内瑞拉，还有这个来到了中南美洲波多黎各说是下令把10架的 F-35战机调去波多黎各这里部署啊，要执行打击什么贩毒的集团，哇，都是一大堆的船坚利炮要去打贩毒集团，打黑帮，真的是蛮神奇的一个操作方法。对，之前已经有7艘的军舰，还有1艘核动力潜舰在这个地区部署。那这当中呢有多少人？至少就有4500名的海军陆战队员，22队的远征，到了近期也在波多黎各各南部进行2栖作战跟飞行训练。陆战队员应该是精锐的部队，都在这个地方。为什么？打击贩毒，这觉得非常，我念起来都觉得有点荒谬跟好笑。但运毒船是公开的，这个没有在客气还要公布影片说委内瑞拉有一艘运毒船即将要驶往美国，他直接把它打掉。所以这种攻击是不用去真的去侦查内容是不是真的，他就先打了。因此委内瑞拉总统是抗议的，他不甘示弱，派出了2架挂载武器的 F-16战机，飞越美国驱逐舰的这个邓汉号上空，企图展示武力。那美军呢，因此南加勒比海的行动就升级了。川普警告，美国的军机如果再逼近美舰的话，我直接把你打下来，直接击落。哇，会不会意外擦枪走火？这里变成战争，就是很多外籍媒体正在观察，这个太夸张了，是不是因为要打毒枭，然后在攻击这个舰艇这个部分，造成了真的一个新的战事发生吗？还有大陆的歼10C的战机要到美国的后院了吗？委内瑞拉说，为了要对抗这样的状况，印度时报的报道说，每架战机有大概售价是4000万美元，12亿台币这样的这个金额的战机呢，北京将提供融资，让这个委内瑞拉可以买来去对付西方的制裁。那这个又是一场上一次不是看到了军武的大秀，又要来一次了吗？这个时候时间点，《纽约时报》报道了一个很特别的消息，它回溯在过去2019年的时候，美国有个海豹部队登陆到北韩去，那不是川普说他的好朋友金小胖嘛？任务失败，结果上登陆的时候被发现了。这个是海豹6队的红色中队，2019年跟北韩正在展开核谈判的同一个时间，有硬的来做，软的也来，所以秘密派了搭乘潜水艇抵达北韩的海岸，企图要窃听金正恩，蛮像川普的作风结果平壤当局得知情报，立刻在海岸边准备要来
击沉，还有逮捕，结果想不到在北韩的船只射杀了船员之后，这一个部队才离开，宣告任务失败。那《纽约时报》访问了超过20名的美国文官啊、官员啊等等的，但因为事涉机密，只能以不具名的形式来说明。这个是大消息。如果一个总统正在跟你谈判，同时又下杀手啊，叫人来窃听来做其他的军事行为的话，那不是也蛮不堪的吗？川普回应。他在白宫被媒体问到，他说：“我完全不知道，我可以去查，这是我第一次听到，跟自己完全无关。”好了，美国有一些行动总不能跟他无关了吧 ？ICE 美国移民署海关执法局立刻又图检了在乔治亚州的南韩现代汽车。哇，这个行动被媒体曝光的时候，南韩这里也民情激愤，太夸张，怎么回事？说跟LG 新能源公司合资新建的这个电池厂啊，里面有违法的工作人员，所以呢，这个违法移民的相关的情资进来之后，就冲进去，大家逮捕，大概抓了大概475人，他认为不具备工作签证的人都是南韩籍，因此引得南韩外交部也公开声明了，他说我国在美国投资企业的经济活动。我国公民的权益绝对不能在美方执法过程当中受到不当的侵害。哇，现在汽车投资了那么多，也算是给川普买单了吧？结果南韩移工照样抓。川普说那个地方有很多非法的居留者在工作，执法当局只是做了该做的事而已。那一个最新的消息是，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公开的表示，俄方将跟志同道合的伙伴一同继续开展各种教育啊、军事纪念活动，目的是要查明日本上世纪30-40周年年代的时候所公开犯下的各种罪行，在抗战80周年中国大陆大肆庆祝的这一天，要求日本承认二战结果。将军，这个二战结果，日本就在耍无赖嘛，用终战2个字。只有我们总统也是啊。但是干儿子嘛。我跟你讲这个话，我非常剧烈的这个谴责。这是认贼作父。二战的时候，中华民国死了3500万的军人，3500万的军民，军人就死了350万，将领死了260几，打了很辛苦的一个仗。那时候台湾人干什么？被日本人洗脑以后，10几万人去当台湾日本兵呢。照理讲，这个你是战败国哎，那今天。老蒋以德报怨，把日本军人释放回去了，对台湾这批余孽没有去追究没有。结果你今天去迎合天皇讲的，你难道不认识中国字吗？我们南京何应钦收到的是降书，中山堂陈仪收的也是降书，广东的张发奎上将也收的是降书，降书跟中战是不一样啊。军人打仗好。我们讲是中战，讲好了不打了，你带你的枪回去，我带我的炮回去，大家带着自己装备走嘛。投降是什么？趴下来，把武器放地上，光着屁股走，这是投降。今天你赖清德怎么可能讲这个话呢？台湾现在的国军都是黄埔的后续子弟，我们黄埔前期学长。抗战时间毕业了22万学生，死了19万。你晓得空军官校当时多少大学毕业生？清华的、北大的，还有华侨有钱人的孩子，投笔从戎，1200个人，没有一个活的。打到最后，连教练说带了一架飞机上去打。这个历史是国军的惨痛的血泪史，也是国军的光荣史。你不庆祝93，你配合日本人讲中战，这是没有天良。你还配当三军统帅吗？如果我们军人都不尊重自己的前辈先烈，那你有什么传统可言呢？所以这是很严重的问题。凑这100万人，对不对？所以这个问题哈，中战真是一个遮丑的。为什么中战？你根本不知道。当初日本天皇要投降的时候，少壮派的军人拿了武士刀要去杀他，威胁他，要去找他那个录音盘，所以他才讲中战。但是前面一句话，我遵照波茨坦宣言，那里面叫做无条件投降，那还要怎么写呢？对不对？所以这个问题哦，不能颠倒是非黑白啊。
要不然你顶着中华民国的壳子，你又否定自己中华民国前面的历史，罪不可赦。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川普对于委内瑞拉、中美洲、中南美洲这里出动军舰还有战机，只是为了打毒枭。这个整个南美洲最有名的毒枭的国家，应该说是哥伦比亚。对，就委内瑞拉的话呢，是出美女的啊。所以说这一下子的话呢，我不知道川普的脑袋在想什么啊。但是那个拉丁美洲国家最不听话的应该是委内瑞拉了。从那个查韦兹啊开始啊，现在这个马杜罗是走查韦兹路线什么的。这个哥伦比亚这个打委内瑞拉讲穿了，你刚刚讲的时候就觉得笑起来了啊，又是搞什么又是搞这个新式战斗机啊，又是什么4500人去，这个核能潜舰对不对啊？那个什么，委内瑞拉是最大的石油储量国啦，他就是看着资源啊。川普这个人的话呢，就是很贪心啊，他什么都是想到这个。我倒是觉得说，美国对北韩的这个措施，这个海报上去的话。其实我这里面听到这2个消息啊，我自己到了那个93阅兵看的时候啊，我觉得大陆缺2件事情了啊，那美国才会承认中国的实力的崛起。我不晓得我活着能不能看得到啊，就是说第一个的话呢，就是那个巴基斯坦的那个武器空战要能够复制啊，要能够复制，比如说委内瑞拉就是一个好机会嘛，就你买了歼10以后，那美国一来的话，那啪一声就啪打下来，那美国真的看愣住了，你知道吗？对不对？那就是吓一跳。然后呢，大陆就是美国迁入大陆，对不对？大陆实战机会就到了嘛。啊，实战机会到了的话呢，然后美国就自己下手，因为目前为止整个阅兵的时候在打仗的可能性，因为它里面讲了一句话叫真爱和平，整个阅兵的理想真爱和平。我那时候想到墨子的哲学，墨子是兼爱非攻的嘛，强调命运共同体，所有人都应该一样的哈。我们儒家是讲亲疏远近，墨子是讲像基督教一样，就是神爱世人那种感觉。那你非攻的话呢，他墨子的原则就是说，实力最强的那个人才能够维持和平。啊，所以在大陆这边的话呢，比如说委内瑞拉受欺负的话呢，大陆那你刚刚的话呢，就是上面讲到耿爽讲的话呢，联合国当中以后大家从大概9月份开始就可以看到，大陆很多事情是倒过来倒逼美国。耿爽讲那个话的话，讲得太明白了，对不对？就是说有个捣乱的，就是美国跟讲，因为原来的联合国的设计有这个否决权，到美国就滥用它的否决权。联合国我不排除会搬家哦。不排除会搬家，因为在美国的话，美国还拿了前阵子还搞这个什么拒绝签证啊这一套啊，就莫迪啊、印度啊什么的拒绝签证这一套，所以大家要搞清楚啊，就是说耿爽讲这句话就非常非常明显的昭示，那大陆这边对待美国的态度、讲话的方式都完全不一样，越来越强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纽约时报》一篇报道震撼了美国的舆论，因为居然在2019年曾经派出过海豹部队在北韩还杀了这个军人。当时川普正在跟他谈核谈判的相关协议内容的时候，川普居然说他都不知道。所以这是美国长期以来的一个两手策略啊，他在各地都是想颠覆一些或者取得一些他在战略谈判的一些优势，颠覆一些他不喜欢的领导人。那可是我觉得这个跟在1980年代85、86年的时候，雷根政府的情况很像。那时候尼加拉瓜是由商定执政的，那有一些反对商定的尼加拉瓜人就是说，跟美国政府要一些资源，说我回去把它推翻，有点像当年古巴一样要推翻。结果就有这个诺斯中校居然就要帮忙去筹钱，